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杰，欢迎观看 EasyKeys 2系列视频课程。在这套课程中，我们将深入了解 EasyKeys 2的使用方法。EasyKeys 2是一个非常棒的音色插件，不仅仅是音色很好，它还相当于一位出色的钢琴伴奏乐手，可以非常轻松地为您生成钢琴伴奏声部。无论是想要获取一些创作灵感，还是根据自己已有的想法来进行编曲， EasyKeys 都是非常得力的助手。当我们刚刚加载 EasyKeys 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 Keys 界面。EasyKeys 中包含了多个不同的界面，当前这个界面主要是用于对钢琴的实际音色进行调节。在节奏界面中，我们可以查找想要使用的 MIDI 节奏并进行试听。在网格编辑器界面中，可以对选定的模板进行更加深入的编辑。在乐队匹配界面中，可以根据您现有的一些素材来自动生成钢琴声部，包括 MIDI 文件、和弦、鼓声部、贝斯声部，这些都可以作为生成钢琴声部的来源素材。我们回到 Keys 界面，在我们切换界面时，您会发现有的界面切换按钮的右上角会显示出一个双窗口图标按钮，这意味着单击此按钮可以将这个界面的窗口分离出来，然后您可以自由拖动这个窗口的位置，再次单击这个小按钮，可以让窗口回到主界面中，或者在将窗口分离后，也可以单击主界面中的重新连接按钮，被分离出去的窗口就会重新回到主界面中。在网格编辑器和乐队匹配界面切换按钮上也包含相同的功能。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拖拽 EasyKeys 窗口右下角的调节按钮来更改整体窗口的大小。除了这些可切换的界面以外，在窗口底部还有一个歌曲轨道区域，我们可以将节奏模板拖放到这个歌曲轨道中来进行编曲。在窗口的左上角还有一些菜单按钮，这里包含了歌曲轨道操作相关的菜单命令，以及一些其他的功能，我们会在后续的课程中再逐步的进行了解。现在我们来看看 Keys 界面中的主键盘。如果您没有 MIDI 键盘的话，可以通过使用鼠标左键单击这些琴键来发出声音。单击琴键的位置可以改变发出声音的力度，单击的位置越靠下，则演奏的力度越大；单击的位置越靠上，则演奏的力度越小。当然，如果是通过 MIDI 键盘来进行演奏，也会有不同的力度变化。回放出来的音符力度也可以进行缩放调整。我们进入设置菜单，选择常规，然后进入 MIDI 输入界面，激活力度转换按钮，然后就可以调节力度响应曲线了。您可以根据您的 MIDI 键盘灵敏度或自己的演奏习惯来进行调节。还可以通过右侧的预设菜单来将自己的预设进行保存，或者是重置力度曲线。这个功能就先简单说到这里，我们先关闭这个窗口，回到主界面。EasyKeys 作为一个钢琴伴奏音色插件，具有非常好的和弦识别能力。例如，我弹奏一个和弦，它立刻会识别出这是一个简单的3和弦，并显示出正确的和弦名称。演奏不同的色彩和弦也能够正确的识别出来，甚至是非常不常见的复杂和弦，也能够立刻就识别出和弦以及其中的每个音符。所以可见 EasyKeys 具有非常复杂且灵敏的和弦识别系统。现在我们来看看顶部右侧的预设选择器。在第一个菜单中，可以选择要使用的音色库。默认加载的是 EasyKeys 2的原厂音色库。如果您还安装了其他扩展音色库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菜单中进行选择。
在第二个菜单中，可以选择当前音色库中自带的一些音色预设。不同的音色预设会具有不同的音色特征，例如有的会带一些混响。另外，还可以通过单击效果器按钮来查看此预设中所包含的效果设置。这些参数也都可以进行调节，例如调节混响时间的长短，来改变音色的空间感。或者是调节这个预设中的音锤噪音的音量，或者踏板噪音的音量。这种变化很微妙，可以为钢琴声部增加更多的真实感。不同的预设或许会包含不同的效果器数量和不同的效果参数设置，所以每个预设都值得加载来试一试，慢慢的就会找到适合自己需求的音色效果。在预设菜单的底部有一类称作原始声音的预设，这里的预设是没有经过任何效果处理的原始声音，包括不同麦克风位置所录制的样本。这里提供了麦克风音量控制的立体声版本和多通道输出版本。立体声版本就是直接加载所选定的音色样本，而多通道的版本则可以在宿主软件中自由调节多个通道之间的音量匹配。选择多通道的版本后，要记得激活宿主软件中 EZKeys 的多条输出通道。EZKeys 一共提供了4个立体声输出，激活以后就可以对每个通道的音量进行单独控制和效果处理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关于调音的设置。我们可以按8度、半音程或者是音分来对整体的声音进行音高偏移。这个功能非常适合将已经编曲完成的声部做整体的移调来使用。好，本节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节再见。